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中须一战，或是中须共治。川普、习近平呢，大国博弈到底今天你要吃哪一道菜？我们会讲到修昔底德，我们会讲到芝诺悖论。我们会讲到冰花水煎包，会讲到波音200架，会讲到高市早苗。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喽。今天的定场诗是邪魔外道冰花秧，火耳困中陷紧张。波音200交易畅，纳指3星台股伤。无限逼近终收敛，双列相让共管堂。中战中治皆无常，小岛佛尔复战光。坦白讲，今天这一集呢，讲起来其实非常的无奈跟绝望，它绝对不是一个很开心的内容，但我们还是苦中作乐，好吗？我们还是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玩我们能够玩的东西，讨论我们愿意而且认真可以讨论的事情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先开始啦。来，我们今天要先从一道点心开始谈起。这道点心呢，就是我背后这个啊，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生煎包，或者水煎包，或者是铁锅生煎。小弟是一个生煎包的爱好者，大上海，然后中记或者是高记的铁锅生煎，我都爱吃。各家台北市的5星级饭店只要有卖铁锅生煎的，我几乎都去吃。我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我还有去吃小杨生煎，还有好几家其他生煎我都吃。为什么？因为小弟就是一个生煎包的爱好者啊。那我们要说的事情是什么？6月14号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川普跟一行人等坐下来吃国宴。白宫把菜单公布出来了 ，CNN 跟美联社也报道了，菜单里面有一道叫做 Pan Fried Dumplings。这个翻呢，我个人不是很能接受，但是它就是在中文里面，它叫冰花生煎包。而且你看到没有，我做这张图啊，这个冰花生煎包其实还给它做了个帽子。为什么？因为微博上流传的中文版菜单哦，写的不是生煎包，写的是冰花水煎包。那我个人是生煎包的爱好者，我一餐可以吃20个生煎包。我跟你保证，各地的生煎包我都吃过，小杨生煎也吃过，南京路上的大湖村也吃过。我跟你讲，水煎包包什么冰花啦？我们是做煎饺的时候，我甚至自己会做那个冰花，也就是你先把那个饺子啊丢在锅上烫，铁锅上面烫，然后这个谢谢玛莎拉开啾啾送出50颗宝石，然后你再把那个和面水再倒下去，然后再把锅盖盖住，弄大概10到15分钟，冰花就出来了。可是没有人生煎包给我弄冰花的啦！你看我们用 ChatGPT 做图，出现什么怪状况？他不知道哪里会有冰花，就把它戴在头上。来，冰花是什么？冰花是煎饺底部那一层黄金酥脆的薄壳，是煎饺的招牌。生煎包呢，就是生煎包；水煎包是水煎包。但不管怎么样，冰花是煎饺有的，水煎包加冰花，这叫邪魔歪道啊！你可能讲说，我们今天不是要讲什么啊？到底中美是不是中须一战？为什么忽然间讲起生煎包嘞？我说过了，我们今天就是要从小的地方，从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开始讲整个大国世界博弈的地方，见微知著嘛。那
为什么啊？对啊，贝尔乌萨斯讲没错，我不知道东北是不是这样做。你一定要加足够的面粉，水才会弄成一个冰花，不然没有满满一锅的，因为你只靠那个煎包或是煎饺本身漏出来的油跟汁不够弄成冰花。但问题是，我们讲国宴菜单的目的当然是从别的切入嘛。这道点心的命名哦，本身就是个隐喻。水煎包又不是生煎包，加上冰花更不是水煎包，这道点心摆在国宴中央，本身就告诉你这一场川习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还拿菜单出来比的，也就是中西混搭。我再也不像2017年的时候，我还要全中华文化、全中菜吃到雷军、欧罗盖大吉会称赞他。看起来是中西合璧，其实两边都不是。2017年11月，川普第一次以美国总统身份访问北京，习近平在同一个金色大厅设国宴款待。当年的菜单，小米创办人雷军分享出来内容是什么？宫保鸡丁、椰子鸡汤、番茄牛肉、清蒸石斑鱼，里面大概只有番茄牛肉是向西方世界低头的一个产品。2017年哦，几乎全部都是中菜，宫保鸡丁是川菜，椰子鸡汤是粤菜的传统做法，番茄牛肉是上海家常菜，但我觉得那个有一点西式，好不好？那清蒸石斑鱼呢，是广东宴客菜，台湾人也常常吃，但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根源，每一道菜都对应的一个明确的菜系。可是问题是，2026年5月14号的那一场国宴，菜单是什么？金汤龙虾汤，这个是西式做法，套上中式名字。香酥牛小排，这个是美式做法。Peking duck， 北京烤鸭，这个也是正宗的中菜。芥末酱慢炖鲑鱼，这个是日式调味加西式手法加中式摆盘3合1。而冰花水煎包命名邪魔歪道，我今天经过高记的时候，我本来想要去买啊，后来发现，怎么高记现在好像不主打铁锅生煎了？它的铁锅生煎变成早餐呢，其他时间它主打港式饮茶，不知道怎么搞，甚至最后还有一道提拉米苏。从2017年的正宗中菜到2026年的中西混搭，那所以这个变化，你从里面会看到一件事情。什么叫看到这件事情？看到是什么？是中方端出来，是我们是谁？9年之后，中方端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大国崛起，我配合你做什么都可以，你爱吃什么，我只差没有端麦当劳上去啊！各位同学啊，这个差异本身就是讯号，你不要以为国宴菜单没有学问，没有学问啊，真是有学问的。来。我们今天切入从国宴桌上的这一道点心哦，是调侃，但是国宴桌下真正端出来一个推论，那才是真正的悲剧。我跟你讲，我今天会从头开始用一个你多半不能接受的概念，一路推导到最后，我其实是中立的。我跟各位讲，这一个逻辑我推导了一整天，我找不到别的答案。中美中需一战或中美中需共管，这中间你必须要找到第3条路，否则一定是2选1。而我推导的过程，就等下会给你看清楚，你自己选择，你最后要相信哪一个，那就是我今天的工作了。什么叫做美中共同维持台海稳定？听起来很和平，对不对？但问题是，谁来定义稳定？谁来判断台湾有没有挑衅？台湾的声音在哪里？一旦答案变成美国跟中国一起判断的话，台湾的主体性就开始被压缩。外交上要先看看会不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然后呢，军售从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变成避免刺激北京。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啊，被放进美中大交易的筹码桌上来判断，就是打牌时候要看这些东西啊。
一旦答案变成美国跟中国一起判断，就没有台湾说话的余地了。我们变成第三方，这跟冰花水煎包一样。水煎包本来就是水煎包，加冰花变成什么？加冰花就变成不三不四的东西，就锅贴煎饺分不出来了。台湾本来就是台湾，你硬要塞进美中共同维持的框架，就变成表示有人有强烈的立场，要让这个框架推动出来。所以我告诉各位，来，今天的我菜单我就开得很清楚。今天怎么样子？全世界的智库除了台湾之外，台湾我们不要管了，台湾都是为了政治说话，各种各样，还有妈花钱买人家教授讲话的，我们不管。我就告诉各位，美中终须一战，这是修昔底德陷阱；美中终须共管，这是 G2 大国合作。除非你能找到第三个方案。第三个方案绝对不会是台湾独立建国，我告诉你，因为台湾既没有这个种，也没有这个实力，除非你能找到第三个方案，否则你就要从两个之中选一个。我今天的工作就是一路推导，我最后问你，今晚你要吃哪一道？我们今天直播的真正问题不是美中会不会打，这个问题华府那些智库已经吵了10年，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不打，谁要付这个代价？过去9年，华府跟北京都没有正面回答，但5月14号这一场川习会呢，他用一道冰花水煎包把答案端上桌了啦。从这一刻起本集要讲的论证逻辑是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必然，而台湾是不是导火线，而全球是否能够承担得起修昔底德陷阱里面第一强跟第二强的全面决战，然后我们会推导出来，如果你承担不起，共管就是一个必然，而交易是不是已经启动了？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活活的饵，被摆在这个赛局当中，最后付账的是台湾。9年前那些正宗中菜还在，9年后变成有提拉米苏跟冰花水煎包。正宗中菜你还知道你在吃什么？冰花水煎包你连要预料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处境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9年前你跟川普讲，他不会知道是什么，川普不太读书的。下周要不要谈那个普丁访习大大？要看他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但各位，如果你们觉得明天是一个你比较有时间的东西，我明天想要做一集讲的是你所不知道的泽伦斯基。最近网络上有很多关于泽伦斯基的负面消息出来了，但是台湾都不报，台湾都不说，甚至连西方媒体都不讲。为什么？因为很难看，因为很难看。干妈，你看这种智障推论，叫美国衰败到老三，第三种可能，请问那第二名会是谁？第二名会是谁？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是谁？现在连第3名是谁都不知道。英国连现任的首相都被要逼宫要下台，你说谁会成长为第3名？台湾吗？怎么可能？来，所以我们要这样讲。5月14号呢，习近平直接在开会里面讲出来，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好难念Thucydides trap。Thucydides trap。习近平5月14号对川普的原话是这样讲的：当前100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这个东西就跟习近平一开始讲新质生产力，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但是慢慢你就了解。我们今天就跳前一步，分析为什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要特别提一个才出来不到30年的一个新理论。习近平这句话有讲究的，这个词不是中国人发明，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修昔底德陷阱。
他是美国人发明的，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Graham Allison。那其实 Graham 比较念比较像 Graham Allison。2012年呢，首次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提出，2017年写成一本书叫《Destined for War》，注定一战。习近平呢讲话是用对手家里的学术词汇，这个东西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北京等于是在告诉华府，我习大大有读书，我的智库也有准备。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们自己的学者都警告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认真坐下来谈？那我们就要先讲清楚，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什么？历史的代价有多大？修昔底德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Peloponnesian War》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记录了雅典跟斯巴达两个城邦之间的27年战争，从公元前431年打到公元前404年。修昔底德在书里面写了一句经典的话，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干你的智障！你看，现在各位网友，你他妈对岸的小粉红又来了，连共治2个字都看不懂，你他妈不然开战啊！妈鸡巴干！我今天讲这个东西，要说道理，就是看准了青鸟跟小粉红都被激怒。但不管你怒不怒，我还是得要讲我应该讲的东西，因为科学推论就是不可避免。怎么样呢？不可避免啊。那来，我们要说的是，习近平的意思是呢，如果你们的学者都这样讲了，我们来调个书袋讲一下什么叫做修昔底德陷阱。各位同学，记住这句话的结构啊。因为崛起国的扩张，也就是第2名的不停扩张，加上守成国的恐惧，会导致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终须一战。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型。历史上第一次修昔底德陷阱就发生在雅典跟斯巴达之间。崛起国是雅典，守成国是斯巴达。结果呢？27年战争，双方元气大伤，希腊城邦体系彻底衰落，间接为后来的马其顿崛起铺了路。亚历山大大帝余焉诞生。哈佛大学的 Allison 教授，他在2017年书里面做了一个更狠的事情，他研究了过去500年16个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历史案例，结果是什么？16个案例里面，12个以战争收场，只有4个和平度过。和平度过，3/4的几率会走向战争，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成绩单。但是各位，我今天要讲的不只是这个一般版。在听直播的各位同学，今天反正我礼拜5比较有时间，我们跟你讲一个进阶级的课程。学术上有一个更冷酷的观点，叫做强现实主义 Mearsheimer 学派。强现实主义是怎么看修昔底德陷阱的？他们认为第1名的守成国不是被动陷入战争，这个有学术理论啊，不是我在那边瞎掰的，他是主动诱使第2名崛起国掉进不得不战的困境。为什么？因为一旦第2名垮掉，第1名可以建立永久霸权。听起来很像阴谋论，对不对？但是各位，历史上有很多案例可以验证这个逻辑，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利坚合众国。我来跟你讲3个。第一个案例，相信各位很清楚，什么呢？1983年雷根的 SDI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1983年3月23号，美国总统雷根公开宣布要发展一个叫战略防疫倡议的东西，简称 SDI。SDI 是什么？简单来说叫太空部署雷射武器跟卫星系统，号称可
以拦截苏联的所有洲际弹道飞弹。苏联一看就慌了，因为核子核主的平衡是在相互保证毁灭上面，你打我，我也打你，大家都死，所以谁也不敢打。但如果美国真的搞出 SDI 的话，那就变成美国苏联还击会被拦截，美国不死，苏联死，核子平衡就崩了。所以苏联被迫在一个经济状况不好的状况下，大量投入这一场军备竞赛。结果1980年，苏联的军备占 GDP 的15%到17%，美国同期大约6%。结果呢，被诱进陷阱里面的苏联1991年解体。我告诉你，而且当时最荒谬的是，当雷根宣布之后，美国的科学家也慌了。他慌什么东西？他慌靠，雷根怎么这样讲？我们做不出来你为什么在电视上这样说？但雷根是个演员，他妈就演的，这就科幻片。美国科学界内部都知道，雷射武器精准不够 ，power 不够，卫星反应不够，拦截弹道飞弹的物理难题没有解决，美国根本没有做出来，也做不出来。但是苏联被吓得砸锅卖铁，投入军备竞赛，就把自己搞垮了。学者 Peter Schweizer 史威佐，干这德文是不是 ？Peter Schweizer 在他2002年的书Victory 里面主张 ，SDI 从一开始星际大战计划一开始就是设计来拖垮苏联的，根本不是要真的做出来。冷战史权威 John Lewis Gaddis 也认为 SDI 加速了苏联的崩溃，这应该已经是一个共识了。所以苏联被诱入了军备竞赛，不是刀明枪的战争，是经济上的战争，最后让苏联垮了。排名第1名的美国用军备陷阱诱使第2名的苏联走入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最后第1名取得单极霸权，这就是强现实主义的版本。第2个案例，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太平洋战争怎么发生的？各位同学，我跟你讲，这个故事的争议性很大，你仔细分析就知道。1941年7月，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的资产，然后8月石油全面禁运，请注意，这个时候还没有珍珠港事变这个时候还是日本打中国对日抗战的时候，他打得可开心了。美方就是跟现在一样，只支援但是不派兵，来，所以当时的美英中荷4国组成了 ABCD Line，American, Britain, China, Dutch 包围网，全面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当时日本石油70%依赖美国进口，剩下20%是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就现在印尼啊。美国一禁运，日本的战略储备估算只够用2年。各位，当美国一下了这个套之后，出现一个问题，就日本当时的选择只有2个：第一，撤出中国跟印度支那；第二，服从美国的对不起，没有，还没讲到第2，服从美国的禁运，就是从此和平，然后不再搞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我们赖校长很爱的大东亚共荣圈啊，发公益语。但问题是，他的第2个选项就是开战，撤出中国。当时日本已经在中国搞10年了，他的大本营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日本只有第2个选项。1941年12月7号偷袭珍珠港。问题来了，你从战略的角度看出来禁运会逼得日本开战吗？这绝对看得出来。学者 Robert Hicks 希格斯粒子那个 Hicks
在他的研究里面主张，罗斯福政府非常清楚，日本绝无可能撤出中国。禁运的真正目的就是逼日本开第一枪。修正派历史学家 Harry Elmer Barnes 甚至认为罗斯福预先知道日本会攻击，他就是故意激怒他。但其他不用说，日本就是掉进这个陷阱。罗斯福跟美方在这一派历史学者的眼中，用2000多人的牺牲。我有写一个小说，就是讲日本为什么没有发现大庆油田，因为一旦他发现大庆油田，根本连珍珠港都不用打，到时候中方就糟糕了。L 小戴教我怎么样子可以这个好好的念 Thucydides 来，所以这个观点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主流历史学者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是主因，禁运是回应，不是诱因。但不管怎么解读，终究结果是一样的。日本被逼到资源底线，选择开战，4年后战争彻底崩溃。第一名的美国用资源陷阱诱使第二名的日本不得不战，结果第二名被打趴，美国取得太平洋霸权，甚至是世界的霸权。第3个案例很特别，这是一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的1898年到1914年的英德海军竞赛，这是直接导致一战的结构压力。1898年，德国通过 Tirpitz 海军计划，提尔皮兹计划，要打造一支足以挑战英国的舰队。英国一开始没有当回事，但是到了1906年，英国推出革命性的 Dreadnought 无畏舰，这艘船重新定义了主力舰的标准，它大舰巨炮，一般炮弹还打不穿，所有旧式的战舰一夕之间变成废铁，德国的造舰能力被归零，必须重新追赶。但是各位，英国不是只造一艘，它持续加速造舰。英国当时的证照叫做 Two Power Standard 2强标准，什么意思？叫做英国海军的规模等于世界第2加第3海军的总和。所以德国被迫拼命追赶，追到后来怎么样呢？追到后来变成靠妈，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了，德国海军规模已经达到英国的60%了。但是这个追赶是烧钱烧到极限啊！德国陆军的预算大幅删减，为一战初期的陆战战略失败埋下了种子。学者 Paul Kennedy 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德对抗的兴起》里面分析什么？英国的海军政策是被动回应，但是加速了结构性敌意。Neil Ferguson 更直接主张，英国本来可以避免一战，但是选择了遏制德国，选择了诱敌深入。这个政府的喉舌怎么讲川普讲的话，我等一下花1章的时间跟你详细解说。民进党根本搞错重点。那我等一下会讲，你不急，好不好？你不急。绿色御用学者还有可能承认那个东西是川普瞧不起台湾吗？不是，但他实际上就是瞧不起台湾。来，所以第一名的英国在这一场1898年到1914年的海军竞赛里面，用海军陷阱遏制第2名德国，创造了德国感到被包围的结构压力。最后一战爆发，德国战败，英国虽然赢了，但也元气大伤。各位同学啊，你看这3个案例的共通模式是什么？第一名守成国持续遏制第2名的崛起国，第2个创造不得不战或不得不消耗的结构压力。第3个，第一名不一定主动邪恶，但是他可以用结构性遏制你，效果一样。第4，第2名最终选择战争或自然崩溃。第5，战争的代价由第2名加整个世界承担。来，我今天分析那么多，就是要大家看一下，
当这个模式套到当代的美中，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就妙了。当你套到当代的美中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尴尬的状况。美国当代版有一个重大的特殊性，跟我刚才讲的所有历史状况都不一样。史上第一次在修昔底德陷阱里面，第一名不能让第二名真的开战，有很大的诱因，但不能真。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第一名跟全世界也承担不起这一场战争的代价。台积电在台湾，全球的92%的先进制程在台湾，核子武器双方核战的威胁还在，全球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跟你们讲，结果就是美国要诱导，但不能引导，只能让第二名永远停在无限逼近的边缘。我们下一个段落要讲，为什么台湾是这个陷阱最大导火线，而且很有可能是唯一导火线。更恐怖的是，在你我还在谈擎天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姆立刻救援，跟沈伯洋到底帅不帅的时候，共管的交易已经启动。来，我们这样讲，如果修昔底德陷阱啊，它真的是一个当代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话，最大的导火线是不用讲啦，就是台湾了啦，没有别的可能了啦。这个答案不在华府智库报告里面，不在北京的白皮书里面，在 Allison 教授自己的嘴里啦。Allison 在写这一篇文章、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把当代的台海局势比喻成巴尔干火药库。各位，巴尔干半岛是什么？1914年6月28日，塞拉耶佛事件，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在巴尔干半岛被刺杀。整个欧洲就这样陷入一战，一个小地区的擦枪走火，引爆整个帝国体系。Allison 认为，今天的台海就是1914年的巴尔干。任何一个小冲突，一次点火会点燃全世界的火药库，都有可能引爆美中对抗。习近平怎么看？来，我们引述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习大大的说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各位同学，你听到了没有？各位同学听到了没有？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 ，conflict or clash， 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慎之又慎。这不是外交辞令的礼貌话，这是华府对跟北京之间沟通，北京第一次把红线画这么清楚。9年前的2017年呢，习近平在同一个大会堂跟川普见面，根本没有讲这么重的话。9年前的台湾议题在通稿里面几乎不提，9年后变成最重要的问题。可是刚刚川普接受采访说，中美未来不会因为台湾发生冲突。你废话，你听我继续推导下去就知道为什么不会发生冲突。双方要共治嘛，发生什么冲突你还可是，刚是不是都没在听？认真听好吗？各位同学，你认真听你就明白，川普接下来所有的动作跟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息息相关，而且早在他接受访问之前，我就已经在那边打电动，把整个脚本写完了。来，为什么台湾现在变成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导火线？因为一旦真的出发，全球承担不起。我帮各位算一件事情，
台积电在全球先进制程里面的市占率是92%。先进制程是什么？7奈米以下的半导体，包括苹果 iPhone 的 A 系列晶片、辉达的 NVIDIA 的 AI 伺服器 GPU H100、H200、B100，甚至还包含了 B200。所有的高端汽车晶片，所有的军工级半导体，92%在台湾，而且90%以上的最先进制程在新竹科学园区。如果台湾有事，不是日本有事，他妈全球有事啊！美国兰德公司兵推的结论是，全球 GDP 损失估计2兆到10兆美元。CSIS 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模型更恐怖，晶片只要断供6个月，全球的汽车产业会停摆，全球的 AI 产业会崩溃。各位，这不是预测，这是一个物理现实。你能在3个月之内把台积电的工厂搬到亚利桑那或者日本熊本吗？不可能。你能在6个月内培训出取代台积电的工程师的人力吗？不可能。台湾晶片至少在中短期内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啊，美中双方都知道台湾有事等于全球金融崩溃，连美国自己都承担不起。但是各位同学，问题就在这里啊！既然美中都承担不起，那唯一的逻辑出口是什么？不打，但也不能放。不打，因为一下子打了，引爆全球战争，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两败俱伤。不放，放了就失去美方的战略筹码。所以结论是，双方共同管理这个议题，让它永远停留在无限逼近，但不会走到终点的那一个不真的触发的界限。各位，这就叫做共管。这个已经从今年稍早，你去跟 Gemini 讨论，跟 ChatGPT 讨论，跟 Grok 讨论，跟 Anthropic 的 Cloud 讨论，就开始有人在提这件事情了。我以前都不觉得可能，但现在看起来很妙。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我今天在讲的时候，共管不是预测，共管已经启动了。5月14日到5月15日的48小时，川普跟北京的交易已经出手了。第一个，波音200架交易。这个川普5月14号晚上接受 Fox News 的 Sean Hannity 专访时直接讲 ，One thing he agreed to today, he's gonna order 200 jets. That's a big thing. Boeing's Boeing. 200 big ones. That's a lot of jobs. It's a lot. Boeing wanted 150. He got 200. 他同意的一件事情是，他要订购200架飞机，这是大事。波音的产品200架大飞机会带来很多就业。波音原来要150架，他给200架。各位，波音原本150架，川普说是我亲自把它弄到200架，这不是预测，这是已经成立的交易。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吗？波音的股价还跌，为什么？因为之前市场不知道哪个白痴在预测，他说妈，我们预测会有500架，靠北，结果妈只有200架，他们还失望了。而且川普5月15号啊 ，Truth Social 也贴了文章，传闻是500，但最后只有200嘛。川普只有讲200，那干你不然你要去揍习近平吗？你要去揍川普吗？川普这样讲就定了啦，先200再说啦。然后川普5月15号上午在 Truth Social 里面还讲。我就不念英文了。中国今天将对在场的那些人投资数千亿美元，数千亿美元给谁？给黄仁勋，给马斯克，给库克，给5月14号国宴上那16+1人的美企代表团。证据三，5月14号川习会当天，路透社独家披露，美国已经批准10家中国企业采购辉达 H200 AI 晶片。包含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京东、联想和富士康作为分销商、经销商也可以买。H200是一个B200以下的替代方案，
那过去因为晶片出口管制，中国买不到，现在这道门开了，而且之前1月的时候只是说可以，现在针对几家企业开放了，但是等等，中方不一定会要，所以为什么现在还悬在未定之天？这个黄仁勋还待在北京的原因就是，干还没有敲定呢，因为中方说你开放了，你他妈每一片给我抽25%，我不见得要，我不见得要。但是这就代表双方已经进到了平起平落的阶段。但是证据是你前面说你不相信，没关系，证据是啊，荷姆兹海峡要合作了。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习主席希望看到协议达成，他主动提出，如果能够在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上面能够帮上忙，我很愿意帮忙。他希望荷姆兹海峡保持开放。各位同学，这4点加在一起代表什么？共管的等价交换已经完成出手了，后续还有更多，但是可以不用提，什么2500万吨的大豆啦，后续的投资啊，双方的稀土交换啊，等等等等，美方现在就已经真金白银的拿到了一些东西。来，谢谢抖音这边的 Kate 的抖内，然后还有 Fan， 谢谢你。管的等价交换已经完成了。好了好了，那个 TikTok 那边有网友讲，哇，要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那你不是废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一步一步走，以目前的状况，已经进到了共治是唯一解的阶段了。祖国有没有要达成完全统一的目标呢？那是祖国内心的规划，但现在还没到那边。好吗？请你不要在那边老是跟我背吗？政策方案，政策方案，习近平有在那里面讲，祖国要达成完全统一吗？川普，你不答应我，你不准给我回去，我一定要逼你喝豆汁儿吗？没有，好不好？先等等，先等等。美方拿到的这些东西是波音200架的订单，数千亿美金的投资，晶片出口的准入，但还要审核，还有荷姆兹海峡的合作，也就是中东不会乱。中方拿到什么？美方没有否认台湾问题上，美方务必慎之又慎。这句话进了官方通稿，加3年战略指引框架，加川普一生伟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你问我证据够不够？我们看资金盘怎么说。美股5月14号，现在可能还没开盘，是昨天。昨天的收盘数据是道琼工业指数涨了370.26点，等于涨了0.75%，涨到50063.46点，重返5万大关。纳斯达克涨了232.88点，涨了0.88百分比。然后等于来到了26635.22点，今年第13度史上新高。标普500涨了56.99点，加0.77%，等于7501.24点，今年第17度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涨了55.80点，涨了0.46%，变成12073.78点。思科单一股票涨了13.4%，这是2011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也是道琼指数当天最强的成分股。辉达也涨了4.4%，市值首度突破5.5兆，后来又突破到5.7兆。台积电的 ADR 加0.6%，早盘加3%，收盘回吐了。美股当天的反应是狂欢。他妈资金总说得出话吗？资金不会说谎，资金不是政治人物，资金是真金白银。台股呢？你有玩股票应该知道，好吗？台股是什么状况？5月15号一开盘，台股开高冲上42408点，史上新高，然后盘中翻黑。收盘收在41172.36点，大跌579.39，跌幅1.39%。各位同学，
你看到了吗？美股5月14日狂欢创新高，台股5月15日只有一开始冲高，一路翻黑大跌。这个分歧是什么意思？美股资金乐观，台股资金悲观。美方资金看到什么？共管已经成立了，不会真的开战。Happy 赞，美企可以放心投资中国市场，波音、辉达、思科都有商机，乐观狂欢。台湾资金看到的是什么？共管已经成立，台湾变成可以交易的筹码。军售品质不可避免会下降，国际参与会被挡，没有人会帮你说话，半导体会当成 big deal 大交易的筹码，不乐观。台湾的资金链今天就默认共管这件事已经发生，而且默认对台湾不乐观。资金不会说谎，政客会说谎，你朋友会说谎，你算了。总之，资金在告诉你。台湾已经在共管框架里面，而且我们无能为力。在线上的各位网友，你们还在等共管框架成型吗？你是已经在共管框架里面了，筹码已经出手了，美方拿了好处，中方拿了承诺，台湾的位置已经确定了。从这一段开始，本集后面所有的论证不是在预测未来，是在分析现在进行时。所以短时间之内到2029年之间不会开战，除非擦枪走火或是有人求战。我跟你讲，今天我跟某一个知名人士，你我都认识一个人在聊，他很坚持认为习近平退让，他很坚持的认为这一次是美方占了便宜。我跟他讲，我同意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从所有的逻辑推演，我用了9个 AI， 我推导不出这个结论啊。我也想要推导说习近平出糗了，习近平这个大大退让，但是我推不出来，逻辑推不出来呀。但没关系，有的时候人们的信念不合逻辑，人们的信念跟你去拜拜是一样的，就跟乖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东西一样，好吗？今天台股的振幅2.48%呀，高低差1039点啊，弄死你了！哎呦，麻烦，等一下哦。哎，来，而且我们还做了川习会的语义分析。上一章讲到台湾资金已经默认共管了，这一章我们把镜头拉到川习两个人呢，在过去这几年的变化，变化是什么？我们今天直播前做了一件事情，把2017年11月跟2026年5月2次北京川习会的逐字稿放在一起对照。这个东西很少人做，这个东西只有情报跟智库在做，但我们就是闲。反正我现在有9个 AI，妈，我要做怎么样比较，我就怎么样比较。我先用 Grok 过滤一次，然后再用 Gemini 分析一次，然后再丢到 Cloud 里面。我们先从菜单开始。2017年11月9号，习近平请的，当年请的全部都是中菜。那这个每一道菜都有它的菜系，都有它的根。2026年变成 Fusion，这个菜单呢不需要有灵魂，但它就是做出来的菜。那好，你会说这只是饮食，不要太认真，但是不对。我们这种开源情报分析的节目，就是要认真的分析，就是要认真的分析。干，全球主要市场都在跌，那美股到底为什么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美股到底为什么涨？不是说变老了啦，干，来，我跟各位讲，国宴的饮食是符号，背后的演化才是真的讯号。
川普的变化是什么？2017年11月9号，川普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面讲了什么？我念给各位听。我对你的感受非常温暖。这个是川普对习近平讲的。如我们所说，我们有极好的 chemistry， 我们有极好的化学反应，我们会为中美两国做许多伟大的事情。关键字是 chemistry， 化学反应 ，warm feeling， 温暖，温暖，温暖，温暖。好，川普2017年的时候讲的是 tremendous things， 我们要一起做伟大的事情。化学史。化学反应，两个人初次见面，互相欣赏，觉得对方有意思的那种感觉很好。9年后，2026年5月14号，川普的开场白讲什么？你是伟大的领导人。有时大家不喜欢我这样说，他这个也一样是对习近平讲的。有时大家不喜欢我这样说，但我还是说了，因为这是事实，我只说实话。我们有非常棒的关系，能成为你的朋友是我的荣幸 ，It's an honor of mine。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各位同学看到差别没有？2017年川普讲是我们有化学反应，平等的两个强者互相欣赏。2026年川普忽然变谦虚了，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成为你的朋友是我的荣幸。操，你这样跟我讲说习近平退让了，习近平出糗了。这个逻辑我真心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逻辑我真心没办法理解。这不是礼貌升级，感觉上就是位阶下降。更重要是 Truth Social 上川普还发了一篇，他说我100%同意习近平说美国衰退了，但是他有一个前提，他有一个前提是什么？那你一定要逼我回就对了。LL Ray 957说，川普在回美国的飞机上说啦，习大大在说台湾，但他没回话。你废话，你妈忘你你妈骂你怎么考0分，你妈骂你怎么没签到，你妈骂你怎么迟到早退的时候，你会回话吗？你不会吧？这个状况我不是要说习近平是川普他妈，而是如果你没有回，就表示你默认或是你不方便回嘛。这个东西还要讲，你以为是川普了不起，我他妈不回？你想想看，你跟你妈之间互动就知道了，好不好？这个还要我一直解释，真慢啊！真是妈不知道怎么想。来，所以呀，各位。美国总统竟然在去了中国一趟之后，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公开承认美国确实在衰退。这是2017年的川普绝对不会讲的话。而习近平的变化是，2017年的时候，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对川普致辞时讲什么？他说：“中美关系今年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同意进一步推动峰会外交的战略指导，合作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合作是唯一选择。”进展友谊，这是初阶段的合作话术。9年后，2026年，习近平的台词呢？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这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靠，妈一下子拉成一个历史老师的一个高度啦！我这样讲，在外交礼仪上面，如果人家一直讲一件事情，你不回就表示默认的，默认很糟糕。川普如果觉得不要，就说 No，we don't talk about Taiwan。No，I don't want to answer about Taiwan。No，I don't want to mention Taiwan。但川普说我没回，所以习近平在那边讲啊，南无南无阿弥陀佛，台湾么么么么么，台湾很重要，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台湾很重要。川普说我都没回。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啊。习近平后来还讲，我愿同特朗普总统，这是我们翻川普，但是对岸翻特朗普总统，因为这跟他的德文发音有关，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我其他不要讲，习近平把这一句话塞到川普嘴里啊，就是我跟川普赞同了要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反对要说反对哦，如果你不回应就赞同哦。2017年讲是合作是唯一选择，2026年修习底德陷阱、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大船领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升级，这是把学术理论吃进了外交语言，表示我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修习底德陷阱是哈佛 Allison 教授的学术概念，是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术语，还是新的？大船领航是隐喻，历史之问是哲学语言。好，来这个等等哦 ，TikTok 又叫我要移动一个拼图。好，移动完了。好 ，TikTok 今天也有10几个人，还不错啊。好，靠腰，那每次都这样。唉，所以，所以，所以更狠的是，后来有一句说为未来3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各位，3年战略指引是什么？你今天来吃我一顿饭，我要让你听话听3年。从现在到2029年整个局势已经被习近平定了下，定下来什么东西呢？定下来接下来要怎么走？接下来要怎么走？来，接下来怎么走？很简单很简单，就是3年，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年，2028年习近平第3任期，2029年新班子定型，刚好涵盖中国对台湾最关键的3年。台湾议题在这9年的演化呢，这个是最冷酷的部分。2017年通稿，习近平跟川普会谈，台湾议题在通稿里面几乎不提，当时的焦点是北韩贸易伊朗。2026年的通稿呢，习近平直接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各位同学，我们把3条曲线同时拉出来给你看菜单演化，从正宗中菜变成中西混搭。第2条曲线是语言演化，从化学反应到变成修习底德陷阱。第3条曲线是台湾问题演化。3条曲线同时走的方向是什么？台湾议题在通稿封面的分量越来越重，台词越来越升级。菜单告诉你的是美中关系更近，但台词告诉你台湾更远。为什么？因为美中越近，就可以一起处理台湾问题了不需要兵戎相见，不需要写在公报里面，共管台湾越远，台湾在等式里面的位置越边缘，主体性越来越被挤出，这就2条曲线同步进行的真相，好吗？所以你今天看到国宴菜单会笑，但是台湾的智库如果他有脑的话，他不是上电视都在唬烂说什么习近平出糗，习近平示弱的话，他要害怕，他要担心，他要有压力。那所以多年以后你再回头看这一场川习会，你会发现冰花水煎包不是笑话，它是布文布文写给台湾这原来以为自己是棋手，后来变成棋子，最后现在变成棋盘，所有人都在你脸上下棋，我们连桌上的便利贴都不算，我们就是一个活饵。故事就是这么无奈。来，各位同学，我们上一堂课看完了3个曲线，接下来要再看另外一个奇妙的事儿啦。
台湾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重，但是提到的篇幅却越来越小。来，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古希腊的一个哲学。今天因为讲休息点的陷阱，所以讲很多跟古希腊有关的东西。来，这一章我们把镜头拉到陷阱中央那一只被困的台湾。对，台湾就是这一个被困的火耳。我们先把诱饵跟火饵这两个词分清楚。诱饵是什么？诱饵是猎人主动放置的东西，目的是引诱猎物上钩。台湾不是诱饵，没有人把台湾放进去，台湾是被历史结构困在这里的。台湾是被孙运璇、李国鼎这两个政治官僚做得太好，导致台湾被卡在这个历史的关键节点。如果没有孙运璇、李国鼎，不会有台积电。但如果没有蔡英文、李登辉、赖清德，台湾没有影响。所以中华民国当年从1949年退守台湾，1971年退出联合国，1979年美国断交，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被困在这个位置上，但是一直是可歌可泣，没有人把台湾放进去。那火耳是什么？火耳就是陷阱中央那只活的、会动的、会发出声音但逃不出去的存在。两个猎人看到陷阱中央有一只火耳，各位，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互相对望，但是都不敢开枪。为什么？因为陷阱里面有机关，陷阱里面有一颗炸弹，只要有一个人先开枪，整个啵，所有人完蛋。开枪会反噬两个猎人，只要触发这个结果，全球金融崩溃、晶片断供，全世界的经济衰退10%，两个猎人两败俱伤。这个东西叫做玉石俱焚。所以这个赛局的结构是什么？美国想要对中国保持压力，军售台湾 AIT 增强，然后台湾关系法强化 ，Chips Act 晶片管制、晶片法管制 ，AUKUS 印太二制链化的四方对话，日韩非菱形包围，这些动作的本质是什么？持续展示火耳，他把台湾这边抖来抖去，抖来抖去，告诉中国说：“这只火耳快来这里，赶快来咬！但是你咬它，你会付出代价。”中国想要对美国持续施压，军演绕台、灰色地带活动、频繁警巡、关门喊话、祖国要统一，这些动作的本质是什么？持续往陷阱边缘逼近，告诉美国，这只火耳迟早是我的，你不要挡路。两个猎人都在动，但是都不敢真的开枪，这就是无限逼近的战术。但是讲到无限逼近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我们的抖内啊，哈哈哈！今天有8位网友抖内 ，Sylvia Chang 2175说：“哇，我跟到了。”坏掉龙9说：“请支持煎包专用甜辣酱差评，单人阿鲁包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H520说：“川宝回去被堵麦，自然会说台湾如何？没有，一波够，他没讲，他也懒得说。” TLTW 说，卓见看到9月24号回访，中方提出将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3波音买200台，猜老川乖的话，9月会再加购，就高下立判了。那个谁来谈很难讲啦。CC 券，谢谢你的抖内，抖马来西亚。Chris Wang 说，感觉台湾像小鸡，成为玩耍的对象。美国想要刺激中国，就来武装台湾；中国想要刺激美国，就来解放台湾。台湾只想是台湾，但是很抱歉。轮不到你讲话，没有你决定的空间，就跟梁文杰一样，根本没有梁文杰发话的空间。他以为这里是龙亨，但很抱歉，这是世界竞争的舞台，你没有资格讲话，你讲了也没人理。除了自由时报之外，哪有什么外媒要理你啊？妈，你以为你谁呀？这个轩尼炮说支持一下，西屯金正恩说常态性冷掉的小羊生煎可以忍。大湖村的后面皮我可以忍，但生煎包或是水煎包上有冰花，这个忍不了一点，不行。Mr. 刘建一说，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统一也一样。入7094说，看来赖黄脚踏不进美国了，帮 QQ 不一定，他还是可以去夏威夷看侏罗纪公园的娃娃啦，好不好？侏罗纪公园的娃娃就这样。来，我们要讲无限逼近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如果你有读哲学或者你有读数学的话，
你会想到说，哎，那会不会台湾会永远这样被困在陷阱里面，但永远安全？因为大家都跨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同学，我们今天要用一个古希腊哲学家的悖论加19世纪的数学定理，告诉你，无限逼近是一个哲学幻觉，永远保持现状也是一个哲学幻觉。Zeno's dichotomy paradox。Zeno of Elea 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哲学家，跟修昔底德同时代哦。他提出一个经典悖论：箭要射中目标，咻，你必须要先走完1/2的距离，再走完剩下一半的一半，1/4，再走完剩下一半的一半，一半1/8，再一半16/1，再一半32/1，如此无穷分割下去。问题来了，这个分割是无穷的，箭永远在逼近目标，但理论上箭永远到不了，因为不管你还剩多少距离，你可以再分一半，所以永远都有剩下一半没走完。各位，这就是无限逼近不真的出发的哲学幻觉，把无限分割当成永远不到。但是等等，我们套到台湾议题，美国军售台湾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向陷阱边缘前进一点点。中国军演绕台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向陷阱中央逼近一点点。中国军演到底会不会有一天有结束？但双方都没有真的开枪哦，没有人真的开枪。理论上这个赛局可以无限拖延下去，但是各位事务所的同学，这就是哲学幻觉的所在。现实世界的箭真的会射中目标。芝诺的悖论在哲学上看似无解，但是现实中箭就会到，因为数学在19世纪解决了这个悖论。解决这个悖论，数学家用什么工具解决？微积分呐、跟极限理论呐、牛顿跟莱布尼兹在17世纪发明了微积分，19世纪的德国数学家这个 Weierstrass 用严格的 epsilon delta 定义把极限收敛讲清楚了。这个1/2、1/4、1/8、16/1、1/32，一直加到无穷，这个和等于多少？答案是等于1，等于1，好吗？不是无限逼近1，就是等于1。数学告诉我们，数学不会背叛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无穷多个越来越小的步骤加起来，只要无穷可以收敛到一个有限值，几何级数的和永远可以得到一个 S。各位同学，我现在不要画给你听。干，有网友说，真希望看到我在黑板上写。妈干，你看到我在黑板上写都会干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限逼近不等于永远不到啊！意味着拖延战术看似可以无限延展，但实际上会收敛到一个终点。我们把这个数学结论套回台湾，美中对台湾议题的拖延战术等于无限逼近，但这个逼近会收敛到一个终点。终点是什么？不是大爆炸，是共管框架的完成。每一次军售向终点逼近1/2，每一次军演向终点逼近1/4，每一次川崎通话向终点逼近1/8，每一次晶片法案加 H200的许可向终点逼近16/1，每一次的 AUKUS 扩张加灰色地带的活动向终点逼近32/1。各位，这些动作看起来都很小。一次军售几百亿美金，一次军演几艘军舰，一次通话几十分钟，一次法案几张纸，但是把所有这些动作加起来，收敛到的终点是共管框架完成。台湾自以为时间还够，但极限定理证明时间已经被预定了。你用微积分就知道了嘛。我跟你保证，5月14号这场川习会就是这个收敛级数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为未来3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句话的真正意涵是，收敛时间轴已经定下来，从现在开始。各位线上的同学，美中的拖延战术是芝诺的箭，台湾以为箭永远不到，但极限理论告诉我们，箭一定会到，只是我们看不见那个瞬间。看不见不代表没到，看不见只代表你站在被射中的位置，所以你看只有一点。2个猎人都不敢开枪，只是他们选择用另外一个方式处理福尔。
他们决定一起守着这个陷阱，让火耳永远出不去，但也不让陷阱真的触发。这就叫做共管。共管是无限逼近的数学终点，共管是芝诺悖论被微积分解开后浮现的那个有限数值，而台湾就是这个收敛级数中那个被无穷分割的距离。来，网友都说我都忘了带货，各位，今天我手上的这个呢，是我带货，结果我自己都快吃了100颗的美国脐橙，方便、便宜又好吃，而且维他命 C 又多。各位如果觉得夏天到了，希望能够多一点维他命 C， 可以好好吃一下这个。然后呢，我还是要再强调，我们已经卖了大概快70-80个那个鸭脚木蜂蜜了，因为它是蜜蜂在冬天花不开的时候去吸鸭脚木的冬花。鸭脚木是一种中药的药材，所以它吸来的花蜜呢是苦的，是白色的，但是成分非常的精炼，非常的纯，放在那边自然就结晶。跟你所看到的那些什么，我个人认为，跟那个 Manuka 蜂蜜品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只是我们没有花钱去养品牌去做认证而已。那现在请各位赶快买，因为有大企业要完整收购丰裕蜂蜜，就是我们合作的那个陈 Allen 去年采到的所有冬蜜，他说你如果卖剩了，通通他妈给我几百瓶我都收。但陈 Allen 跟我们讲说，哎干。你先多买一点啊，你多买一点，我就帮你多留一点，以后让你有得卖。他也不希望他们都没有，因为我们变成他除了企业之外第2大客户。所以请各位赶快下单。如果你今天晚上下单，明天白天下单，对比白天直到中午以前哦，我会带着我的2名儿子一起去丰裕蜂蜜，我们已经把它店搬光了，明天要再去搬，据说单一这一次就超过50瓶，我们要一起去把那个东西都搬回来。那麻烦你赶快下单，那这样子才能保有，因为丰裕蜂蜜那边已经答应了，我们下一瓶他帮我们保留1瓶，所以你今年就会永远够。你可以去问网友啊，你可以去问网友，网友都知道鸭脚木蜂蜜站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买，就是他知道如果不能确定以后还买不买得到，他现在赶快下单，所以赶快下单，保证好康。刚有网友讲啊，什么时候出货？第一个，请你去看你的这个订购的后台，如果有东西缺货，他会告诉你。那如果还没有收到货的话，表示我们还在搬货。抱歉，本台现在剩下能够包货的人就剩浩克一个人，所以几十瓶的蜂蜜呢，他可能要包一段时间。但我相信这个东西不急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已经答应各位，就是你今天如果已经用这个价钱，你现在去看，今天去看，已经库泰科的那一个行动电源已经调涨15%了。你之前下单了，我保证用这个价格出给你。但是因为大家买的太猛踊跃，所以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产品被买要缺货，要到月底才会进来。你看我多厉害，妈，整个皮剥完就一整条，整个到月底才会出给你，但是会用原价。你不急，先等一下。如果你实在很急，再跟我们说，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对啊，蜂蜜是很有趣的东西，你吃过真正新鲜蜂蜜才知道，荔枝当季那个新鲜蜂蜜吃起来跟陈蜜不一样，龙眼当季就有龙眼的香味，然后鸭脚木就有鸭脚木的香味，红蛋比就有红蛋比的香味。丰裕蜂蜜基本上是全台湾唯一可以大量出货，那个鸭脚木蜂蜜的蜂农，因为他们知道鸭脚木在某一个神秘的地方，他们会派他的蜜蜂去采，所以那个东西真的好，苦后回甘，可以好好的享受。我昨天就涨价了，所以你没有，我一直听我讲了1个星期，你都没买，现在已经涨15%，而且我预估今年还是要涨，除非你绝对需要，否则你之前不下单就错过了。对，那个辉券讲说，我的确把他的店搬光了，所以希望陈安人多多加油，他现在要从别的店再搬回来。好，来，我们接下来要讲
为什么我们讲到这里，我觉得很无奈？因为不是我个人有任何的偏好，这是逻辑推演的唯一终点。我们前4章把这个整个逻辑都铺完了之后，我发现找不到别的答案了。这是逻辑推演下的唯一终点。修昔底德陷阱加台湾是导火线加全球承担不起加交易已经启动，资金已经默认，芝诺悖论收敛。这一章我们把所有的素材合在一起，做一次干净的逻辑推演。我讲完这一章，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共管不是中美的选择，而是2个前提交集之后剩下的唯一格子。静安说已经下单了，是不是？哎呦，黑丝迷人眼说真的不唬人，我又追了6瓶鸭脚木，干6瓶是8200嘞，啊不对，7200，但是1瓶1公斤嘞，妈6公斤多，干背死我了。鸭脚木真的好，我人格跟你保证，你回去吃了就知道，它又不死甜，而且又苦后回甘。我个人怀疑它有中药的药效，但是我不能在这边多讲妈又被抓。来，我们用最简单的3段论来为各位推估。我一边吃这个脐橙吸收我的维他命 C， 一边跟各位讲。来，前提 A， 中美都认知终须一战的代价无法承受。证据呢？我们把这2年这个 premium 啊，对了 ，L 小戴有特别讲，蜂蜜是不会过期的，好吗？所以战争也需要蜂蜜，作战也需要蜂蜜，存东西也需要蜂蜜。那鸭脚木又叫鹅掌柴，对岸网友可能才知道，它的根茎呢具备清热解表、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之效。常用于治疗感冒、发热、风湿、关节痛，而鸭脚木冬蜜呢，口感独特，微苦，像人参一样，被称为蜜中之王，有具备补中益气、滋润祛风的效果。鲁鲁米，谢谢你的抖内，抖给蜂蜜搬运工。对啊，米娅说行动电源是真的涨价，他5月14号下单买699，现在变799了，至少涨15%，不骗你啊。不骗你啦，来，这几年双方领袖跟军事专家说的话，我贴出来，好不好？贴出来是什么呢？第一个，美国方面，拜登时代的 Mark Milley 美利将军2022年公开讲，美中战争会是场灾难。美国国防部长 Lloyd Austin 2023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说，美中军事冲突会是毁灭性的。川普5月14号在 Truth Social 讲，关系将比以往更强更好。卢比欧 NBC 专访说，我们不希望看到冲突。是谁他妈说卢比欧不惜一切保卫台湾？你在放屁，你在做梦是吧？他说这会对世界跟2国都造成极大的伤害。中方呢，习近平2017年说合作是唯一可行的选择。2025年釜山，习近平讲说我们是伙伴而非对手，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习近平在2026年5月14号说，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各位同学，你看到了吗？美中双方在公开场合过去9年加起来讲了不下100次，不能打，冲突毁灭性，合则两利。这不是礼貌话，这是双方都把终须一战的代价算清楚了。核战加全球低 GDP 的损失2到10兆，晶片断供，国内政治崩盘，秩序重组，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承担。前提 A 成立了，我们建立一个双方终须一战但负担不起战争。但前提 B 是什么？中美都认知到直接放弃台湾也不可能。为什么放不掉？双方都有自己的硬约束。美国放不到的原因是印太信用，它必须在印太区域维持一定的信用，还有国内政治呢，它也不行。而且晶片供应它也放不掉，92%先进制程还在台湾呢。共和党内部的反对派加鹰派全部反对放弃跟停止军售。再来战略价值，第一岛链中央没办法。而中方放不掉的理由也很硬。第一个，民族情感
统一台湾是1949年以来的历史使命，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一部分。再来，统一叙事是习主席挂在嘴边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百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统一就没有复兴，没有统一就撑不过大变局。而他的党内政治有一个问题，任何放松对台姿态都会被内部质疑软弱。战略价值是他只要拿下台湾，或者跟台湾合作，又到了固定的80分钟，显然不是散热的问题，显然是 YT 那边的问题。但没关系，大家尽量忍一下，好吗？固定 YT 到了80分钟会处罚我10分钟。解放军需要突破第一岛链啊，真正进入西太平洋，中国海军才能成为远洋海军。所以啊，我继续讲啦，你听转圆圈之后就再说吧。这个我实在找不到解决方案。那所以现在的数学逻辑，前提 A 叫做无法承受战争代价，前提 B 呢叫做无法直接放弃台湾。结论是什么？各位同学，这逻辑3段论的结论只有一个格子：不打但也不放，等于共管啊！各位没关系，我已经尽力了。我今年也买了散热器，我下礼拜只要有空，我整套 update 到 VMix 的效率比 OBS 要提升15到20%。所以就让他继续走，没关系。那不管啊，不打但也不放，只有一个结论叫做共管。共管不是中美的选择，共管是中美的逻辑消去法之后剩下的唯一答案。因为选项就这样嘛，选项1打架无法承受代价，砍掉，哔哔。选项2，选项2，美国放掉台湾，哔哔不行。选项3，中国放掉台湾，哔哔不行。选项4，维持现状，无限拖延，哔哔，没办法。最后只剩选项5，叫共管。来，你再 reload 一下，这边我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我再少推一路啊，看有没有改。所以真正麻烦的地方，在今天我们所收到的所有结论就没有选项。好了，正常了，各位恢复，我们撑过了9点噩梦，撑过了，谢谢各位陪我一起撑过来。所以我们这样讲，既然选项1到4都不行，那就剩下5就共管了，所以各位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可以 reload 咯 reload 就 OK 了，好不好？恢复了，这就是我们的9点噩梦，从9点开始到9点10分，就会有10分钟不知道怎么搞。我再看看，也许我换成 VMix 会比较好一点。来，所以这个结论不是阴谋论啦，这个结论不是阴谋论，
这个结论不需要川普跟习近平坐下来签什么共管条约，这个结论是结构性的，是逻辑必然的。各位，结构性的逻辑比个人意志更强。即使换一个美国总统，即使换一个中国领导人，只要前提 A 跟前提 B 不变，结论就一样，共管。那么共管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我帮你拆解一下啊。共管的第一层是不允许第三方挑战。好，谢谢沃送了一个拇指300颗宝石的比爱心。郑教授啊，他在5月14号在 CNBC 上讲了原话说，他们不会容许第三方挑衅。各位，第三方是谁？很悲哀，第三方是台湾。台湾的未来不容台湾介入跟台湾挑衅，不容台湾挑衅是共管的第一条规则。共管的第二条规则是双方共同定义稳定。什么叫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稳定的定义由美中双方共同决定。台湾选举算不算挑衅？台湾加入 CPTPP 算不算挑衅？台湾加强国防算不算挑衅？美中双方一起判断。台湾的声音不在等式里面，也没有人要理你，好吗？那共管的第三层是什么？3年战略指引。5月14号，习近平讲，为未来3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就是共管的时间轴啦。从2026年到2029年，台湾议题的处理方式已经被框定了。为什么一定是3年？因为3年刚好涵盖中国对台湾最敏感的时间窗。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年，2028年习近平第3任期加美国总统大选，2029年新班子定型。所以喽，3年战略指引叫做共管时间轴，也是在你川普下来之前，我们中美就共管，不会是明显的讲，不会是明显的说。那所以到川普卸任就再谈一个新的合作。共管是不需要白纸黑字的，共管不需要签协议，共管甚至不需要中美双方共同承认，共管只需要双方都遵守不打不放，不允许第三方挑衅这3条规则。5月14号，这3条规则已经在通稿里面浮现了。而台湾呢？台湾不在桌上，连桌上的便利贴都不是。这是我们上一集讲的。今天我们知道更残酷的事实。台湾不是不在桌上，台湾是摆在桌子正中央的那道菜。这道菜叫什么？冰花水煎包啦，命名邪魔外道，中西混搭，两边都不是，但两边的条件都符合。好啦，我们今天要讲等价交换。很简单，管的执行通道3个入口，我们简单说，我们简单讲。第一个，外交，台湾的国际参与呢，要先看会不会影响美中关系。如果会影响美中关系，台湾一个地方都去不了。台湾过去几年想要加入哪些国际组织啊？世卫大会、WHA、CPTPP、Interpol、ICAO， 就是那个国际航空管制组织。每一次的结果是什么？全部被打。中国反对是一回事，但你有没有发现，美国的形式上支持跟实际上不推之间有个巨大的落差？
WHA 是美方每年表态支持，但不会推动到表决，强迫中国表态。CPTPP 呢是台湾2021年9月申请至今，美方甚至连表态支持都没有，因为他自己根本就退出了。川普退出了好吗？各位长官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多年申请没有任何进展 ，ICAO 中方持续反对，美方没有反制动作。为什么？因为台湾加入这些组织会影响美中关系，中国反弹，双边关系恶化，可能引爆冲突。所以美国的真正动作是口头支持，实际按住台湾不准太积极。这就是外交入口的共管模式。你跳舞，你进一步，我退一步。美国不会公开反对台湾的国际参与，但美国会不推台湾，让台湾自己想办法。然后在被挡住之后，美国再说：“哦，好遗憾。”但遗憾个屁呀！你自己不会运作吗？从2026年到2029年这3年，台湾外交空间的命运是：形式上美国在口头会继续提，口头会讲 OK。美国不推就是打，他只要不推就是打。第二个入口是军售，你从这里可以判断，从协助自卫到变成避免刺激北京。各位，这个入口最关键，你钱给了，他武器可以不来啊，他武器可以不来啊。Rubio 5月14号接受 NBC 的讲法，他说美国对台湾立场没有改变，美国将捍卫台湾一如既往，但既往就是没有派兵。听起来很安心，对不对？但捍卫跟军售中间有巨大的灰色空间呐。Allison 教授5月14号在 CNBC 接受访问时讲，军售包会变小，间隔会拉长，这就是共管的军售入口。军售形式上继续，但内容会发生3个变化。第一个，包裹变小，从一次几百亿美元的大单变成几十亿的小单。第二个，间隔拉长，以前每年都有，每半年都有，现在变成每2、3年才有一次。第三，内容降级，以防御性武器为主，进攻性武器绝对不卖。各位同学，这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军售从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变成避免刺激北京。卖什么武器，卖多少，什么时候卖，这些都不是台湾的需求决定，是中美关系的气氛决定的。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军售包变小。间隔拉长，因为不要刺激北京。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军售包稍微大一点，因为美方需要中方放硬话。台湾的军购变成中美关系的温度计。第3个入口，经济，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被放进美中大交易中。这个入口最致命。各位，台湾的经济命脉是什么？半导体。我们前几天讲过，台积电一家公司的市值高达60兆，是台湾 GDP 的220%啊，这还不叫台湾病，这应该叫台积电病了吧？半导体 AI 供应链整个 ICT 产业过去这几年，CNN 今天有一个新闻我没有看到啊，他说 CNN 原文报道引述 I don't need their power, we don't need Taiwan, Trump said. Wow.Interesting， 搞不好可以再做第4集呀。但等等，我先把这边讲完。我等下要问一下各位，想不想听一个有趣的东西？我前一阵收集资料 ，stumble upon， 早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过去这几年了，美国对中国的晶片管制禁止辉达 H100、H200 出口中国，禁止艾斯摩尔把极紫外光刻机台卖给中国，禁止应用材料 KLA、Lam Research 出口先进设备。这个管制本来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但5月14号这个围堵松动了。路透社独家披露，美国批准10家陆企采购辉达 H200。这个松动代表什么？半导体变成共管的筹码了。什么意思？美国可以用松管晶片管制当作对中方礼物，中方可以用同意松绑当作给美方的回报，钱就送给黄仁勋。台湾的半导体优势变成美中交换的筹码。更恐怖的是，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的工厂，在日本熊本的工厂，在德国德勒斯登工厂，这些都不是台湾主动要建的，是美国
晶片法案加地缘战略要求台积电去建的。各位，这个东西叫做晶片去风险化，说好听一点叫晶片去风险化，说难听一点叫做拆你的细盾。5年到8年之后，当台积电的晶片筹码慢慢被搬出台湾之后，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不再唯一集中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筹码就没了。到时候共管框架可以更明确的处理台湾，因为打仗的代价已经下降，全球的 GDP 将从2到10兆下降到1到3兆。所以谁定义稳定，谁判断挑衅？各位同学，我跟你保证，这2个问题的答案从来都不会是台湾。定义稳定的是美中双方，判断挑衅的也是美中双方。台湾只能在3个途径的入口被处理，外交被挡，军售被降，经济被分散。真相是共管不需要白纸黑字，3个入口就可以共管。等价交换是台湾在每个入口都会被收费，而且这个费用不会被记在账上。剩下的问题是，台湾自己在做什么？哼，台湾在跟自己的政府吵架，自己吵自己的，开心吧？哎，我实在不知道，我觉得很无奈。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件事情。哦，陈安冷说，原来是问了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其实不需要跟他们冲突，所以没有。Sakura 6说，朱大讲的很精彩，我看看前面还有什么懂内我没念。哦，先问一个东西啊，各位，明后天有机会的话，想不想听你不知道的黑暗泽伦斯基跟黑暗的乌克兰战争？我最近查到很多有趣的资料。超屌、超精彩嘛！而且台湾看到应该要学习，想要听的请按1，好不好？让我看一下大概有多少人。了然于心说，对岸如今和平统一的进程，从来不会因为岛内民情或舆论影响进度，一切战略战术运用不会敲锣打鼓的宣告失败全世界。习近平说的和平与台独水火不容，为达到目的不许与美国冲撞。一旦美国介入，实际上消灭台独分子要比武力犯台来的轻松多了。毕竟，川普的委内瑞拉模式已经给了完美示范。刘梯两说：“井蛙不知锅下火，悠哉游泳烹汤中，水深火热终有时。盘中田鸡再带上桌。”这个 Lion Loon 说。CNN 的原文报道引述 ：“I don't need their power, we don't need Taiwan.” Trump said.Sakura 6说，朱大讲很精彩，但是短时间资料累积可能不太够，再讲第4集，再等一下。暗黑乌克兰是不是？哦，这么多人说1哦，你也想听好不好？好哦。好，没问题，我继续啊。你们一边投，我一边继续。哎，顺带一提啊，我们这边投票这一次美中会谈，你觉得谁大赢特赢？各位记得要赶快投票，顺便帮我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不然每一天我的按赞数都超低的，导致没有人看到这个做了要死要活的影片。来，你觉得谁大赢特赢？第1名是中国，你看习近平露出了姨母笑。第2名是赖校长，你看他找人假扮川普站在台下，大家同乐。我跟你讲，赖校长真的很有幽默感。此当前台湾危机四伏的时候，他去乡下参加一个活动，说：“你看，现在不是川奈会了吗？”底下有个智障在那边 YMCA 戴一个金色假发，靠背嘞，真屌，谈笑用兵。然后第3名呢是沈伯洋赢了。你看台湾都只关切他和擎天刚，至于擎天刚是什么东西呢，我就不讲了。来，还有12%，最后1名是美国，川普笑呵呵，他赢麻了。对啊，开心吧？声音没有卡是你那边的问题啊，我这边没有问题。来，
这边第8章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我们看看台湾在干什么。台湾在干什么？这是我们的民进党给的图。我先告诉你一个冷笑话。5月14号，当川习会在北京开的时候，台湾社群上最热的话题不是波音200架，不是 H200出口许可，不是修习底的陷阱，不是3年战略之一，最热门的是彭批讲的那个川普到底有没有骂赖清德？这就是台湾的悲剧啊！他妈的！整个台湾正在被交易出去的时候，台湾最关切的是擎天岗上面那2个人到底有没有修改？妈的，公园管理处还派人去擦那张桌子。然后台湾最关键是沈伯洋到底有多帅？沈伯洋太棒啦，沈伯洋好厉害哦！干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陈大勇说：“插播个消息，我解放军继续反腐，留意西部军区空军。”干不认识啊，讲了记不得。哎，这就是台湾的悲剧。我们的历史正在桌上大洗牌的时候，台湾在社群里面吵，我有没有被骂？民进党没有出来讲说，我密切观察川习会，你去看民进党，干我今天为了找这张图找了我半死，为什么？因为他每一篇的短影音都在骂国民党，骂民众党，但是不敢碰川习会的议题。来，我们先讲，前几天有网友在这边要讲那一段，他说：“哎呀，川普在这个骂赖清德。”我说：“等等，这很有可能是假消息，因为什么？我当时遏制他，我怕他被抓呀，我怕他被抓。”因为这个是有争议的一个语义翻译，你直接讲那么武断，有危险。让我讲清楚。5月13号呢，川普访中前，白宫直播访问，记者问他，如果中国攻击台湾怎么办？川普讲了6句话。身为一个魔界的翻译者，我卖的翻译书超过100万册，我总该有立场跟大家分析一个翻译对不对吧？可以吧？好不好？来，川普说什么？他被记者问到的时候，他说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had the election not been rigged.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如果当初的选举没有被操纵，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绝对不会。And Putin and I would talk about it, but there was never any. He would have never done it. 普丁和我曾经讨论过这件事情，但当时从未有过任何行动的迹象。他当初绝对不会轻举妄动。Taiwan, I would equate it a little bit to that. 至于台湾，我认为局势跟乌克兰有些许相似之处。If you have the right president, I don't think it will happen. 如果有合适的总统领导，我不认为冲突会发生。I think we'll be fine. 我相信我们会安然无恙。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我跟你讲，我还是要讲，身为一个中立不洗地的男人，你想要发生的事情跟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有距离的。你不能因为很希望川普骂赖清德，就觉得这个讲是这样子。我要说，这有模糊空间，这有模糊空间。来，第一个，我刚讲有模糊空间，所以是有可能指赖清德，但不是100%。这是第一个战场。第二个战场呢，民进党马上跳出来辟谣啦。民进党5月14号当天在官方 Facebook 上发辟谣的贴文，从以上完整发言段落可知，谈论到选举被操作，以及川普与普丁、习近平关系的描述。川普所谓合适的领导人，指的是美国自己的领导人，而非任何他国领导人。
这种恶意剪辑去脉络化呈现，把川普语义里的美国变成台湾，造谣成川普说赖清德不是对的总统，这是刻意的资讯操弄。民进党呼吁锁定民进党的官方社群与官网辟谣专区，一起协助澄清，避免上当。我锁定你那么无聊的社群干什么？还不如去看阿扁，干阿扁超疯的。阿扁现在什么议题他都海巡，什么议题他都做图去贴，干了不起，了不起。哎，等一下，什么东西？侯友算说抓个懒觉，我在泉州我怕个鸡毛。网友说他不抓你，可以抓朱学恒啊。靠背嘞，好，你知道这场大战是两边在吵的 right president 是哪个 president？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要告诉各位，两边都有问题，但我们的执政党的论述盲点才是真正的悲剧。第一个，民进党辟谣的事实面，我给及格60分。我们说句公道话，川普的前3句话确实是美国语境，因为他一直觉得当初拜登会赢是因为有人作弊。那他说我跟普丁谈过，他绝对不会轻举妄动，指的是川普在讲我他妈大总统，如果当初是我，根本不会有乌克兰战争。这个川普会说我的好朋友普丁绝不会轻举妄动。好啊，这个是他以前常讲的。2020年的选举被偷走，如果我当总统，普丁不会打乌克兰。所以这个语境下 ，if you have the right president 的主词确实偏向，我说的偏向不是100%，偏向美国总统。所以民进党辟谣是有这个可能的百分比，而且这个百分比略大一点，6-4拆吧。但是问题是，民进党把6-4拆的一个可能变成100%，这就过头了，这就过头了。因为川普的第3句话主词转换了，他已经讲了 Taiwan I would equate it a little bit to that。至于台湾 equate 就是一个等式，我说我可以把台湾比拟于乌克兰跟俄罗斯。在这一句话的英文文法上面 ，Taiwan 是新主题，前面讲乌克兰，这一句话开始讲台湾，后面接的 If you have the right president， 在这个语境下面，主词的确模棱两可，可以是美国总统，也可以是台湾总统，但是民进党要硬说 the right president 完全是美国总统，这过头了。我之所以跟网友讲这个是假新闻，是因为你过头的解释，以现在的环境，你他妈一定被抓，涉违法就抓你。那川普的这6句话语义是模糊的，不是民进党讲的那种完全没有指台湾，干他中间就讲我现在转头要比台湾嘛。更狠的是，川普最后一句说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我跟习主席关系很好。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就算台湾有事，我跟习主席的关系好，可以摆平呐。来，民进党还敢把这一句话贴出来，你不会觉得你最相信的美国爸爸在跟你的另外一个敌人你恨死了，要跟他不堪这个不共戴天的习近平关系很好？这种说法是川普在轻拍台湾领导人不够对等。我他妈如果没有指责你，我就是觉得你不够格。他没有直接那么强烈的骂赖清德是错误的总统，而是用我跟习主席关心比你重要的这种方式，把赖校长从等式中拿掉。各位还有500人没有按赞啊，赶快按赞好不好？赶快按赞。第3层，民进党真正的盲点是，台湾领导人、台湾的总统根本不在这个等式里面呐、他没有提到 will lie， 他没有提到 president lie， 他没有提到principal lie。民进党的辟谣战场跟剪片出来的那个战场都在吵一个错的问题，双方都在问川普在骂谁。
一边说川普在骂赖清德，民进党辟谣说川普没骂赖清德，错了。川普在这边根本绕过你，他把台湾的领导人从等式里面省略，他根本不鸟你，你没资格在我口中提到。把川普的6句话放在一起看，整段话的论证结构是什么？整段话的论证结构是乌克兰打战，因为我选举被偷，所以我没有当上总统。普丁原来会尊重我，所以不打。台湾类似，对的总统就没事，因为我跟习主席关系很好。结语落在哪里？我跟习主席关系好。所以真正的这一段话的意涵是什么？台湾的安全保障不是台湾领导人，是川习关系呀。川普6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台湾领导人更不在台湾安全的等式里面。谁决定了台湾的安全？是我大川普跟习主席。谁负责守住台湾的红线？是我大川普跟习主席。赖校长不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民进党一直在那边澄清，一直在那边写，然后被网友笑。没有人在处理真正危险的讯号，是台湾的领导人川普连提都不提，根本不在习近平跟川普的等式里面。各位，他轻拍了一下赖校长，他没有被川普骂，赖校长是被川普省略了。被骂还有救，你知道吗？被骂至少川普把你当做一个平等的对话对象，被省略被定义为外部变数，不需要对话的对象，美中关系解决就好，你不用插嘴。民进党赢了这个辟谣战场，输了论述战场。第四，我说过了，川习会还有另外一个现象，今天要请各位认真听，这是本人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江南慕容家的绝招。只要当局的侧翼学者放出川习会谈的不顺利，美中没有取得共识，习近平直奔天台是不寻常的讯号，这类论述你就要反向理解，状况其实是相反的。这些人是领台湾狗粮的人，我不方便讲他是谁，你想要知道去问。干这样讲好像说他是好，不管不要去问人了，就这样子。只要当局话术安抚，一定有事；只要侧翼学者集体放烟雾，就代表政府想要压住一件不好的事。各位，5月14号当天，有一些台湾的学者在媒体上分析，直奔天坛等于不寻常讯号，可能谈不拢。靠你妈逼嘞！你根本没有在看资料，对不对？天坛行程早就公布了，难道在公布之前就谈不拢了吗？然后他们还说面子做足了，不代表里子就谈好了，听起来很安心，对不对？好棒棒，对吧？没谈拢等于没有共管台湾安全，错。各位观众，这种论述本身就是台湾政府侧翼放出来的安抚话术，反向解读就知道实情。真正的讯号不是没谈拢，真正的讯号是谈得太顺了，顺到台湾不能让自己的人民知道。反着来看，只要侧翼学者集体放出谈不拢的论述，反向的真相就是谈得很顺。只要拿政府捐赠讲座，拿外交部钱的侧翼学者集体说美中没有共识，反向真相就是美中已经有共识，只是这个共识台湾不能接受。各位，国安人士又会出来，外交相关人士都会出来，只要洗地就表示地脏了，就跟那个好，我们不要再讲，有人出来洗地表示地脏了嘛，他怎么洗地你就逆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来，所以我要讲。这个逻辑是我今天要特别教导大家，以后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提。我没有情报来源，我没有认识总统府里面的谁谁谁，党里面的谁谁谁，任何一党都没有。但我光看公开情报，我就可以判断，政府侧翼观察学，台湾真正的讯号不在政府的记者会，在侧翼集体放烟雾的风向，因为每一个媒体都已经被收买了，都有各自的立场的时候，你只要反着看，你就会知道真相。从现在开始，
每次听到川普访中没有成果，美中关系也紧张，美方对台立场坚定这类论述，请反向解读。川普访中没有成果，叫做川普拿到实质成果，而且大家可开心了。美中关系仍紧张，代表美中关系正在制度化。美方对台立场坚定，表示美方对台立场正在被战略模糊软化。反向解读加上资金信号双重交叉验证，就是看穿侧翼烟雾的方式。侧翼跟你讲都没有达成共识，美中大吃亏了，干你啊！你去看股市，纳斯达克、标准普尔、道琼工业指数为什么他妈上涨？你侧翼控制不了，台湾控制不了，但人家用真金白银的钱拿来投资，赚了吧？赚了吧？各位，台湾的社群在5月14号花了大量的精力朝沈伯洋帅不帅、擎天刚到底有没有修改、川普到底有没有骂赖清德，这本身就错了。真正的议题是赖校长根本不在川普的等式里面，不在。赖校长，你今天去争取我是对的总统这个身份没有用，因为这个对话框里面就只有 G2 中美而已，一个给川普，一个给习主席，你连旁听的位置都没。你应该做的事情是想办法让这个对话框有3个座位啊，不是去争辩我是不是对的总统，而是让川普跟习近平无法假装你不存在。怎么做？我们后面会讲，但是那每一个的几率跟可能小之又小，极无可能。真相是什么？这一段真相是，台湾的领导人不在川普的等式里面，赖校长不是被骂，是被省略。真相是，政府的侧翼集体放烟雾的方向，就是真相的反向。180度逆过来看，就是反向。我跟你讲，陈柏惟真是无知到可笑。陈柏惟说：“干，我们的无人机好棒棒，我们的控制无人机的 AI 好棒棒。”去你妈，笑死人！你一个妈胖的跟猪一样的，被人家罢免立委，现在在电视台说话完全骗人。只有智障没有大脑的人才会觉得陈柏惟讲的话可以信。他今天告诉你发芽马铃薯可以吃，台湾的无人机好棒棒，没有解放军，没有台湾放的时候，就是在骗人啊！你如果有大脑，拜托你反着听，拜托你反着听。干，真的是吗？我不知道。你如果听那个陈柏惟讲话，你真的会笑死。来，等价交换是什么？你如果想要留在这个对话框里面，你不要再内斗了，你不要再把国内的在党反对党当成你必须消灭的敌人，团结都打不赢了，你现在还不团结？我们后面再讲。接下来有解决方案，但是看你愿不愿付。我说过，我个人是个专业的顾问。专业的顾问是怎么样？专业的顾问呢，是我讲了，你听不听？黑起听到一台词，你不听算了。来，我们接下来这一个段落要把镜头拉远，从历史的尺度看这一场川崎会的位置。1972年2月21日啊，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跟毛泽东会面，这是美中关系重要的转捩点。你看我后面的图，访问结束之后，双方发布联合公报，史称《上海公报》。各位，你猜《上海公报》里面台湾议题放在第几段？第3段。前2段都在讲美中关系大原则，台湾议题被摆到第3段。台湾议题讲了什么？美方表示 acknowledge。我们认知到，注意是 acknowledge， 不是 recognize。认知到是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承认。他说，当时我开挑3Q 出来 PK 的，干你娘 ！NBA 等级会跟小学躲避球队打球吗？请你不要拿这个来侮辱我。笑一笑，陈柏惟可以。你叫我跟他辩论，抱歉办不到。叫他回去他妈再读20年的书，再来跟我平起平坐。妈笑死人！还跟单挑陈柏惟嘞？干我用这根指头就把他打到恒春去了，单挑个屁呀！
但好，但等等，当时他们是 acknowledge 认知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各位，这就是战略模糊的历史起源。acknowledge 不是同意，只是我知道，我听到。美方既不承认也不挑战，这套模糊技术从1972年用到2026年，用了54年。1979年1月1日，美中正式建交，台美断交。同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作为美方对台承诺的法律基础。1979年到2026年，中间47年。各位同学，现在把历史节点摆出来，就是我们后面这张图。1972年上海公报，1979年建交的《台湾关系法》。1997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进入实质测试，2026年川崎会为未来3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我跟你讲，4个节点之间有个时间规律：1972年到1997年25年，1997到2026年29年。因为川普2.0延迟了3年，也就是说，美中对台湾议题的处理方式大约每25到29年就一次大调整。下一个调整节点是什么时候？下一个调整节点是什么时候？川普空军1号的采访出来，我刚都讲了啊，你们不要每次都觉得我好像没有在读书，好不好？来，2051年，各位听到这个数字，你会想到什么？20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2050年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时辰。换句话说，你我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但是2049年到2051年这个时间，就是下一次美中对台湾议题的大调整节点，而我们现在刚好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未来25年的台湾命运框架已经在5月14号这一场川崎会被默默定下。那这25年怎么走？这就是为未来3年乃至于更长时间的战略指引这句话的真正含义。3年是初期框架，25年是长期框架。来，我们把2026到2029年这关键3年的台湾降格时间表列出来。2026年现在共管框架成立，台湾资金默认，美国资金也承认。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年，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2029年呢新班底定型，中国的新领导集团，这里面很有可能习近平还在，只是其他人要换，加美国的新总统，加台湾的新总统，会面临一个2026年定下的框架，没有人会主动破坏。没有人会主动破坏。所以我们会花3年的时间走完完整的降格。2026年、25年之后的2051年呢，下一次大调整，到时候台湾筹码还剩多少？看这现在3年怎么走。各位，我说过了，刚有网友讲说，哎，你到底挺中、挺美、挺台？跟你讲，我个人已经看到结果，所以我谁都不挺。我今天的工作是告诉你真相，我没有动机，没有立场，我的工作就是做好一场直播，用一个智库的等级，跟你像乞丐一样的要求，跟你各位说，哎，抖内1块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各位抖个75块。因为我开心，我喜欢做兵棋推演，我喜欢提供给你智库要花3万、5万、10万美金才能买到的研究，不是啦。什么叫怎么可能再等25年？25年之后是一定解决了，那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100年呐。那个东西是把框架拉给你看，那所以什么？昨天的看完怎么会觉得出大反动？干我说真话吗？难道我要硬掰说昨天习近平吃大亏了吗？不是吧？5月14号这一场大调整，川习会台湾不在桌旁，下一次呢就是2051年。真相是历史节点永远不会等台湾准备好，它是25年的周期自己走。等价交换是什么？
是你不负主动参与的代价。下一次参与机会在25年后，剩下的问题是你各位到时候几岁？你等得到25年吗？台湾下一次有机会主动参与美中关系时间表的时候，你还在吗？哎，我不知道啊，各位。来，我们这边插一个，因为秦明特别传了一个资料，说，L 小戴说 ，Congratulations, we hit 1.2 thousand people tonight。今天有1200，昨天到1400、1500，就后来宕机。来，我们现在稍稍岔开来一点，因为秦明传了一个报道，我把它纳进本集的内容。秦明我这么够意思吗？应该多抖内一下。结果他现在在上海喝大酒，好，没关系。我要特别讲，看看在这场川习会里面被晾在一边，不是只有台湾呐，笑死人了！台湾这些亲日派不敢讲了。5月14日凌晨2点，日本的Nikkei日经新闻发了一篇报道，叫做《川普访中前的幻影访日构想，高市政权职务威胁认识误算》。这个意思呢是什么？来，我把他的日文贴给你看，因为我其实不会念日文，所以念给你，剪贴给你。来，你没看到秦明现在最近没有留言，他前阵子回上海还是哪里，妈每天都在喝酒，狂喝。来，所以这个是什么？翻成中文叫做川普访中前的幻影访日，也就是高市早苗很天真的以为，我们跟川普那么好，我都趴到地上跪舔了，妈，我去澳洲都下跪，我去美国也那川普总该给个面子，你从安克拉兹飞过来之前，在东京停一下吧。幻之来日构想，也就是这是幻影的来日构想，这个构想最后没实现，变成幻影。我把日经报道的核心整理给各位。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内部曾经有一个构想，让川普在飞日本之前先到东京，然后由高市早苗首相在川习会之前当面对川普对于执行对中认识的植入 input 是日本的外来语，英文就是 input， 中文叫做植入灌输。高市政权那个天真的构想是在川习会之前，先让川普听日本对中国的看法，让川普带着对日本版的对中认识去北京谈判。构想最后没实现，川普根本他妈的不鸟你，你以为你是谁？是个妈妈桑，就不要超越你的高度。然后日本政府又退而求其次，搞了第二个版本。5月12号，财政部长贝森特来日，高市早苗接见了15分钟。日经报道说，在美中首脑会谈前，有日美切磋认识的目的。各位，15分钟，一国首相接见另一国的财长，只谈了15分钟，时间长度本来就是讯号。贝森特连跟你谈都不想要跟你谈。日方想谈，美方不想谈，结果川习会发生什么？完全反方向。川普到北京说习近平赞 ，fantastic， our relationship is better than ever， 关系最好，未来最好。川普收到了什么？确认200架波音，数千亿美金的投资，荷姆兹海峡的合作。高市早苗呢？他想要植入什么威胁？对中威胁认知，川普的言行完全没有反应，他根本就不听你的。日经这篇报道讲的最狠的一句话是：中东危机给高市早苗带来复数误算，什么意思？伊朗战争跟荷姆兹海峡的问题，让川普反而需要中国的合作。中方表态不支持荷姆兹海峡军事化，不支持收费系统，正好是美国要的。这个合作意愿让对中强硬变成川普的包袱。高市早苗以为自己可以当美国对中认知的塑造者，错，川普根本不需要日本告诉他中国威胁是什么。
川普自己有自己的算计，而且他的算计里面，中国从威胁变成了可以合作的对手。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把日本拥有的条件摆出来，比台湾好太多倍，比台湾好太多倍了。美日安保条约1960年代签订，美国对日本有条约义务核保护伞，美国也会对日本提供扩展核核主。日本也是 G7 成员，日本是西方7大工业国之一，日本也是全球第3大经济体，仅次于美中。自卫队规模陆海空加太空总计约25万人，军备 GDP 占比2%，2026年达标了。美军驻日5万人，横须贺、加手纳、横田全是美军重要基地。各位，日本拥有的对美条件比台湾多10倍啊！日本根本不需要争取美国的承认，日本不需要在台湾关系法那种非正式关系里面增长。日本是条约明定的盟友，不是非正式的关系。但是连这样的日本都被川普跳过了，你说开不开心？我跟你讲，他这边的算法可能是把他的日本自卫队在卫星方面的投资也算进去，所以不是日本有太空军呐，而是他的自卫队陆海空加上那个海军陆战队可能勉强。连这样的日本都被川普绕过了，高市政权多丢脸！高市政权的3层误算，误算1，以为植入威胁认识可以改变川普，但川普根本不需要你，他不需要你，川普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的构想变成幻想。误算2，中东危机逼着川普转向跟中国合作。高市的对中强硬路线，在中东危机的背景下，变成川普的包袱。美国需要中国稳定荷姆兹海峡，需要中国帮忙处理伊朗问题，需要中国降温油价。对中强硬这个工具在中东危机面前失效。误算3，日本以为自己是对中认识的塑造者，实际上日本被定位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执行者。塑造者跟执行者差1个字，差1个位阶。塑造者是参与政策制定的人，执行者是配合政策落地的人。高市早苗想当塑造者，川普只给他执行者的位置，而且还是听话的执行者，你根本没有选择。各位同学，线上的各位观众，1200位线上观众，我们现在把日本跟台湾放在一起对照，日本跟台湾比起来有差多少？日本跟台湾就差这么多。来，我给你看这篇报道，这个是秦明悄悄传给我的，希望他今天喝大酒不会呛到。雅库某说，居然下班途中偶遇直播，你说要小抖，但就没走啊。好，来，日本跟台湾一起比，比什么？比我们差多少？我们差多少呢？有条约，美日安保条约，核保护伞 G7 的会员 ，GDP 全球第3，自卫队25万加美军5万驻日。5月14号川习会，川普绕过日本。台湾拥有什么？没有条约关系，战略模糊，军售在延迟，台积电筹码正在贬值。5月14号川习会，台湾连被川普考虑绕道的选项都没有。各位，结论是什么？盟友的位阶不是条约决定的，是大国愿不愿意听你说话决定的。当大国不愿意听你说话的时候，你的条约不会自动执行，你的核保护伞不会自动张开，你的 G7 会员不会自动发生。这是共管框架的真正含义。不止台湾不在等式里，连日本都不在。雅库某说没按到收礼没关系啊，记得要听，你回去把它听完。今天东西蛮精彩的。美中关系是一张2人桌啦，所有的盟友，包含了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印度以及台湾，全部都在桌外。赖校长，你看到日本被晾在一边了吗？日本拥有的对美条件比你多10倍，还是被晾。你连日本拥有的1/10的条件都没有，你
凭什么相信美国会挺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是因为这个赛局的结构本身就把所有的盟友已经挤到桌外，这只有2个座位，而台湾连这个结构性事实都不愿意面对，不愿意说实话，还在跟自己炒辟谣战场。最后真相是什么？盟友位阶由大国决定，不由条约决定。等价交换是条约再多，没有条件交换，没有东西可以跟对方换。以川普的习惯，就是被晾在一边。剩下的问题是，日本付了主体性的代价，成为 G7 加条约盟友，还是被晾。台湾连条约都没有，你还要相信什么？来，各位，我要贴出来我的要饭的狗皮膏药了。各位，今日的内容听到这边已经是最后一个段落。如果你觉得好的话，请抖内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那各位台湾的网友，你也可以用 YouTube 抖内，或者用绿界都好。各位同学，11章我们进入这集的关键问题，有没有第3条路？鲁米说再抖一下给认真有料的蜂蜜搬运工。你要买蜂蜜，记得按我们这边轮播的广告。我刚发现我忘了贴置顶了，没关系。我们要提供解决方案，但是我认为台湾做不到。但是身为一个顾问，你做不到那是你家的事，我的工作就是提供解决方案。来，有没有第3条路？我先把问题框定下来。如果共管是逻辑必然，那么台湾能不能跳出共管？我推演下来有第3条路，但每一条的执行门槛，以台湾现在的能力、台湾现在的智商、台湾现在的内部表现，每一个门槛都高到完全不可能。3条路摆出来，你自己看一看。来，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花点时间看一下图哦。有路径 A、路径 B 跟路径 C， 那每一个都很达不到。3条路的 A， 台湾自主威慑，让台湾不可以被共管。这是什么？把台湾的成本直接内部化，让中美都无法替台湾做决定。具体做什么？军事自主。你就像伊朗一样，你有一个不是伊朗，以色列一样，你有一个很强的对美游说团，你自己就可以做武器。不对称战力、全民防卫，足以让中国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甚至连美国都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经济自主，晶片去中国化，但保留压力点，让台湾的筹码不被美中当交易物。外交自主，跟中等国家深度结盟，不仰赖美中任何一方。但这个门槛时间窗口很短很短。Allison 说，2027年是解放军武统能力指标年，台湾只有1到2年时间建立威慑能力，除非我们忽然之间有外星人来帮忙，不然时间不够。内部共识是蓝绿白3党要全面团结，国际也要默许美国不挡台湾战略自主化，财政承受，国防预算大幅增加，大家都要上街要饭。现实的判读是，我跟你保证，目前这些条件没有一项到位。国内不团结，执政党还要斗。赖政府的民防论述还在初级阶段，他派了一个沈伯洋，一个只会叫黑熊学院，干黑熊学院甚至同意要上街支持挺美军购，这是什么样子的傻逼呀？妈，对美军购，你上街挺就有用哦？你是做给美国看吗？索罗斯看是不是？还是川普看？川普才不要你嘞！你该给的钱就给，你再挺个屁！哎。第3条路的 B， 台湾要成为不可替代的全球资产，逻辑是把台湾失去台湾的代价吞高到中美都不敢付。具体做什么？晶片扩大护城河，不止台积电，整个半导体生态圈全部死死的绑在台湾。人才从此之后不准出口，晶片呢要我同意才能出口，不准在外国盖厂，任何想搬的人都搬不走。
我们成为民主旗舰，叫做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的代表案例，让国际社会的政治成本太高。我们成为创新节点 ，AI 量子计算生技下一波科技革命的关键节点。门槛是什么？晶片的贬值已经在不停的倒数了。美国的晶片法案、日本的熊本、德国的德勒斯登、台积电的产能正在全球分散，预计5到8年之内，台湾晶片独占的筹码就会大幅下降。川普2.0时代根本不在乎你的民主价值，所谓的民进党的政治红利、民主同盟的政治红利在川普政府底下变小。第三，创新需要长期投资，量子生技你追不过中国，10年20年才能成为地缘战略筹码。现实判读，晶片这个筹码在贬值，给台湾的时间窗口只剩下5到8年之后就没有了，几率评估小于20%，时间窗非常短。第3条路的 C， 台湾内部团结加延长时间窗口，逻辑是什么？时间是台湾的盟友，经济中方现在有影响，中方的人口也的确有危机。台积电在台湾30年不能搬走，但是5到8年就变得可以取代。台湾本土的研发跟先进制程30年之内没有办法搬走，再来要建立全社会韧性，你靠飞嘞，这怎么可能达成啊？门槛是各单位要构成共识，蓝绿白要有共识啊！去你妈！你再投胎10次都不可能啊！赖校长没有把蓝绿白里面的蓝白全部关起来，他不罢休，而他有这个动机，谁要跟他团结？你今天跟他团结，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柯文哲还觉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司法一定会还我清白。我们之前笑柯文哲叫什么？心怀善念，积压进谏。你都示范给我看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叫我要团结，那我可能呐！而且我们台湾政府4年就可以换一次，长期的战略耐心0，外部变数是根本3年的期限已经框定了。台湾的时间表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现实判读是没有共识，大家还在内斗，3条路都走不通。所以我们这样讲，3条路有共同门槛嘛？共同门槛是什么？是只有3年，蓝绿白还要共识，国际还要默许，干某一点哦，金价某扣零，而且经济代价是抽税可能会抽到2倍以上，好不好？来4个门槛缺一不可，目前看4个都不到位啊。所以我说，也许有第3条路，但是现实执行的可能性接近于0。不是因为台湾没有能力，是因为台湾就只会选举，只想要那个票。实际上存在有解方，但是现实中走不通。所以这世界上没有做不到事情，只有不愿意付出的代价。而你台湾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来，你不付出代价，就要接受被共管的命运。最后，我们要分析2个冷酷的结局，这是结论啊，这是结论。我们今天一整天用，有人知道我现在直播多久了？干，我现在的版面导致我看不见到底在哪里。哦，谢谢这边TikTok 的抖内，好哦，有网友骂习近平狗崽子，好了，随便你啊，你开心就好，那又不抖内。简简单单做自己，跟静夜思，还有Tony， 还有一朵玫瑰花，还有旺，哇，今天不错，抖内的蛮多，开心呐、开心呐、好啦，你今天那边人在写不抖内，妈有个屁用！来，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从邪魔外道的冰花水煎包开始，走过修习底德陷阱，走过芝诺悖论，走过共管逻辑，走过5B 等价交换的清单，共管的3个入口。川普的6句话，25年周期，高市早苗的换之来日构想，第3条路的门槛。现在我们收在一个非常冷酷的判断上面，本人就是相信真相总是伤人，科学终将胜利的男人。我们现在只有
个冷酷的结局。终局只有2个，终局 A 陷阱触发。什么情况下陷阱会被触发？台湾被定义为严重挑衅加共管框架破裂，中方决定动武。触发的后果是全球金融崩溃，台积电工厂沦为战场。你每天上班就很有可能死在路上。台湾首当其冲，半导体断供6个月，全球 GDP 损失10兆美元，美中陷入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升至30%、40%。各位，台湾是这个陷阱触发后最先付账的人，我们要用我们的命，用我们的基础建设，用我们的土地来填。但是那些青鸟大概率先都会逃到国外去，不是美国付账，不是中国付账，是台湾付账。台积电不在亚利桑那，台积电不在熊本，台积电不在德勒斯登，台积电的最先进制程90%在新竹。陷阱只要一触发，新竹就会变成战场。台湾的公民性命、国家的完整性、基础建设全部完蛋，一下子倒退回石器时代。终局 B 陷阱不触发，什么情况下陷阱不会触发？共管框架完成，3年战略指引落实，台湾的主体性逐步被消化。你不要说独立建国了，你连走出去都没有办法。外交上，国际参与逐年下降，现有的 WHO 观察员位置都保不住。军事上，军售包变小，间隔拉长，品质降级。经济上，半导体被去风险化完成搬走了。台湾的筹码从90%降到30%，心理上，台湾社会对主体性的意识逐渐对话。10年之后，台湾可能还在，但台湾已经不是台湾自己决定的台湾。各位同学、各位观众、各位1200名在线上跟我们分享这个悲剧宿命的观众，陷阱触发跟不触发2条终局都是台湾付账，差别在于触发是急性死亡，不触发是慢性死亡。有没有第3种终局？我们前面讲过了，有 A 自主威慑， B 不可替代资产， C 内部团结严实，但是根本做不到。没有共识，互相斗争，时间窗口只剩2到3年，财政代价高到加税让你去要饭，没有，4个门槛都不到位。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要给你假希望，但也不是要让你绝望，只是让你看到真相。3条路，2条很明确，第3条路逻辑上存在，现实上接近不可能。这个结论意思是什么？台湾正站在决定终局的关键节点上。你选 A， 急性死亡10年内可能发生；你选 B， 慢性死亡25年内逐步发生；你选 C， 第3条路，台湾要前所未有的团结，现在的政治人物做不到。各位同学，等价交换的真相是这样子的。你不愿意付出主体性的代价，你就要接受被共管的命运；你不付共识的代价，你就要接受蓝绿互斗、蓝绿白互斗到亡国的命运；你不付财政的代价，你就接受国防裸体的命运；你不付时间的代价，你就接受被框定在3年战略指引里的命运；你不付心理的代价，你就接受被川普省略的命运。而最残酷的真相是，2个都不选，你就等于选了第2个。不选 A， 没有人想触发陷阱；不选 C， 门槛太高，没人想付代价。默认的结果就是 B， 共管完成。各位，今天5月15号，共管框架已经启动，波音200架已经成立，而且是至少200架，数千亿的美金投资已经启动，辉达的 H200 已经许可，荷姆兹海峡的合作已经落实，3年战略指引已经写进通稿，美方拿到5B 清单。中方拿到什么？中方拿到了7条命运条款，台湾付主体性的账。美方资金狂欢，美方拿到了实质的好处。台湾资金大跌，台湾已经默认被共管。从这一刻起，未来3年每一次美中互动都是
芝诺 Zeno 级数中的一项，每一项都开始很小，但加起来会收敛到那个终点。共管框架完成，台湾主体性消失，真相总是伤人。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信念，我还写过这样的专栏呢。台湾不是被遗忘，台湾是被定义为不存在的主体。等价交换是冷峻的。我们今天把账单摆出来，你想要不被共管，你就要付主体性，你就要付共识、财政、时间、心理的代价。你不想付，就接受被共管。我跟你讲，我才不会在结论讲说什么天佑台湾，干没有人会佑台湾啦，你自己不救，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不想要被救的人。我也不会跟你说相信台湾能撑过去，看起来就撑不过去啊。我会跟你讲的是这句话：5月14号，川普吃了冰花水煎包，那道菜命名邪魔歪道，做法中西混搭，两边都不是，而那道菜就是台湾。5月14号，习近平抛出了修习底德陷阱，建设性的战略稳定，3年战略指引，台独水火不容。那串词汇就是共管框架的学术包装。5月14号，川普拿到了200架波音 H200的出口许可，荷姆兹海峡的合作大斗3年的承诺。贸易加投资委员会那笔交易就是台湾这个佛耳的市场价格。5月15号，美股狂欢创史上新高，台股大跌579点翻黑。那个分歧就是资金默认了这一个等价交换。从今天开始，台湾的命运时钟已经定上了发条，开始的倒数。未来3年会持续收敛到那个终点，那个终点不是统一，不是武统，也不是合统，是共管完成。而在那个终点里面，台湾的位置叫做佛耳。台湾不是棋手，不是棋子，台湾是棋盘。两强在我们脸上，在我们的身上下棋。各位1200位网友，今天结束了，时钟还会继续走。你选择的是3年，是25年，急性死亡的代价，慢性死亡的代价，还是第3条路的代价？2个都不选，你等于选了第2个。谢谢各位同学收看今天的万事通事务所，我是朱学恒。我们明天再见。听起来应该会谈泽伦斯基哦。来，我先看看我还有哪些斗内没有念。来，这个努里亚说谢谢朱大的智库集精彩分析。Jeff Cow 说朱大加油。信义区的猫头鹰说晚上好朱大，直播结束前斗内一下再补课。哈威定说我还是推荐擎天岗勇者，大家闷坏了要找刺激。子祥说还有少子化问题啊，我国的年轻人今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擎天岗扼杀了我们的未来主人翁，凶器还留在现场，凶器装在袋子里面，主人翁也装在袋子里面。郝威令说520赖赏不知道会不会宣布废除台独党纲，呵呵，坐等青鸟崩溃。我觉得520赖校长不会讲什么啦，美国不会准的，好不好？美国不会准的，不要在那边再贴了陈小艺，你在做梦，妈的，笑死人！你今天。川普不理，中方不理，就你在那边贴有个屁用！你在这贴，充分证明了独派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啦，来我们看看今天的斗内，有网友说，朱大问个问题：中国男足如何冲出亚洲，走向非洲？你有建议吗？有，我建议你跟赖校长一样，坐史瓦蒂尼的总统专机。就可以冲向非洲了，开不开心？你还可以跟赖校长合照哦，好不好？这个网友抖这么多为了问这个问题，然后之前早上说打赏一个习川会回播，好，这个还有网友抖内，但是没留言。来，各位，我一边问今天的内容，你觉得内容精彩，讲的也好，请按1。你觉得内容精彩讲的不好，请按2；你觉得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请按3。哎，这是什么什么照？好，这个今日再看看有没有支付宝啦。
支付宝有4笔啊。有没有人知道我现在直播几分了啊？干我妈新的系统，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讲我直播几分的内容。哇，有网友抖这么多哦，我看一看，这是老顾客，他有没有讲什么话呢？什么什么风？他说先付费，回头再补课，感谢你这么相信我。然后什么什么学，谢谢你的抖内，什么什么力，哇，他每天抖内10块钱哦。什么什么捐，说我又来听课了，先抖再继续追直播，希望你觉得不错啊。什么什么进啊，对不起，老花眼字太小看不见，下次要再来哦，好不好？有妹子来我都支持，那臭男生呢就他妈滚。哦，这个什么什么学说蓝绿白一丘之貉，卡扎捆靠迷啦。哎，这个名字学字是最后一个字很难得哎，像我学都在中间，好不好？加666约2小时35分，干！现在我直播越做越长了哦，靠妈的，好不好？好，来啊，各位，今日直播非常感谢，希望各位明天呢就来收看我预告的这个神秘的题目，叫做《黑暗面的泽伦斯基》，好吗？跟各位说，哎，什么520不准放炮？今天没看到乌龟钢琴，不好意思，乌龟钢琴每天都抖5元，但今天可能放假跑去弹钢琴了。哎，好，跟大家说拜拜喽。